对师尊下药后，系统告诉我攻略错人了。曾经风姿清骨的师尊，此刻正隐忍地在榻上低喘。谪仙被拉入泥潭，错全在我。我面色瞬间煞白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。师尊，弟子想明白了，您说的对，弟子不该对师尊有任何非分之想。萧明隐错愕，正准备主动脱衣服的手顿时停下。攻略了男主10几个年头，进度条却迟迟不涨。有句古话，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，必须要抓住他的胃。我记错了，记成要抓住他的身体了，因此特地去合欢宗求了一种秘药，下在了萧明隐的清茶里。竹榻上，萧明隐衣衫半露，雪白的长袍随着他的动作褪去，他面上浮现不正常的红晕，那双冰冷的眸子此刻水光潋滟。我咽了咽口水，系统，真的可以这样吗？我颤抖着手去触碰那人，还没接触到，那只骨节分明的手主动将我拽了过去。我瘫坐在他腿上，他摸索着我的手腕，那处温度急剧升高。萧明隐的怀抱烫得惊人，是尊，我结巴了。他目光迷离，看我的眼神像带着钩子，主动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露出纤长的脖颈，温香软玉的。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我心一横，打算霸王硬上弓，还没触碰到，系统突然疯狂尖叫，宿主入嘴啊！咱们攻略错人了，咱们真正要攻略的是他的死对头魔尊。晴天霹雳，我猛地睁开眼，看到那张近在咫尺动情的脸，我惊恐万分。系统，咱可以重开吗？系统 ，no， 我不是结巴，我只是太紧张了。虽说修仙界10年光阴，弹指一瞬，但我今日之事传出去，必定会被整个正道口诛笔伐。我猛退3尺远，面色瞬间煞白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师尊，弟子想明白了，您说的对，弟子不该对师尊有任何非分之想。萧明隐脱衣服的指节一顿，眼中翻滚的情欲硬生生卡顿了片刻。见他略清醒，我急忙把解药喂于他服下。弟子该死，请师尊重罚。我言辞诚恳，就算逐出门派，也是弟子咎由自取，最好是这样。赶快把我赶出去啊！这样我就能加入魔族大家庭，然后心无旁骛地去攻略魔尊了。萧明隐面色逐渐紧烈，叶谦，他咬牙喊我名字，我大气不敢出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凝重地叫我名字，看来我的举动确实是太让人寒心了。但我是高情商，师尊，是弟子的错，师尊对弟子而言是至亲至善之人，相当于我的再生父母啊！你要怎样责罚我都成，千万不要动气伤了自己的身体。泪眼汪汪，言辞恳切。萧明隐面色黑得像锅底，但又不好发作。事到如今了，系统给点力，这是你也有责任。你准备一下，咱们开始死盾。好啊，什么？下一秒，我身体开始瘫软，隐约中似乎看见一双着急奔来的手，意识陷入模糊。再次醒来，系统告知我已经是100年后了。虽说修仙界10年光阴弹指一瞬，100年顶多也算是烧炷香的功夫，但对我这个现代灵魂来说，还是足够震惊。咋睁眼闭眼就到100年后了？此处尸山血海，着实把我吓一大跳。不远处一个焦黑的身影颤巍巍在攀爬。宿主，那是你的攻略对象魔尊啊，速攻略他。什么？魔尊现在都混成这鬼样子了。我走近，戳了戳这团不明物体的脑袋，他终于抬起头，一双明净透彻的眼睛可怜地看着我。反派居然长着一张少年脸，焦黑的脸不难掩饰他绝色的美貌。若萧明隐是天上的明月，那君卓就是那盛开的曼陀罗。我急忙擦了擦口水，颜控啊呸，圣母心泛滥了。他被我一个大力扶了起来，咔嚓一声响起，君卓的胳膊断了。系统，咱就是说可以悠着点。君卓顿时疼得龇牙咧嘴，原本晶透的瞳仁迅速变黑，隐隐约约散发着邪气。他装不下去了，滚啊，妖女！等我恢复修为，必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清脆的少年音吐出这么一句冷冰冰的话，我真的会心碎。但我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人，不要欲擒故纵了。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照顾，说照顾真照顾。我给他安置了一处山谷，时不时为他运功疗伤。短短几个月，他的伤势倒是好的差不多了，就是时不时黏着我，但是进度条依旧一点不涨。姐姐，你好香。君卓本体是一条黑蛇，修为未恢复的时候会被迫还原出蛇尾，他常用蛇尾一圈圈缠住我的腰。我不明白他为何这样，但我养过小狗，小狗喜欢主人就会黏着主人，那小蛇估计也一样。看来我的攻略是有成效的。每当它蛇尾缠得紧了，有点痒，我就会摸摸它的脑袋给点奖赏。有时候是摘的果子，有时候是我随手雕的小蛇木雕。小蛇像坨便便一样可爱盘踞，栩栩如生。君卓就会呆呆看看木雕，又看看我，再看看木雕，最后红着耳朵逃走，真可爱。有时睡醒会发现它张着嘴巴，蛇的嘴巴能张得很大，阴影落在我头上，刚好挡住外头清晨的光源。果然纹丝不动的攻略进度是出 bug 了。蛇对我这么好，想必攻略进度已经超越1半了吧。想到这，我环抱住他，将脑袋埋入他怀里蹭蹭，声音带着清晨的鼻音，卓卓，好喜欢你。卓卓是我给他取的小名，叠词多可爱啊。当这时，君卓就又会呆呆闭上嘴，似乎泄了气，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丙级魅魔，有几次我听到他在小声嘀咕，但当我凑近仔细听，他又冷着一张脸不讲话了。
之后的10日，君卓再也不用尾巴缠我，也不会趁我不注意时张开大口。我郁闷，果然人熟易怠，菜熟易凉，我们的关系果然没有之前好了。这时系统就会欲言又止，随后无奈叹口电子气。它的资料上显示，蛇类会用蛇尾和口的直径丈量猎物大小。君卓之前分明是想吃了叶芊芊，但他的宿主脑袋缺根筋，根本意识不到。为了挽回逝去的友爱，每当君卓露出蛇尾，我便会主动将他盘在腰上。君卓面红耳赤，干嘛啊，妖女？他眼神飘忽，脸上浮现出不正常的红晕。我不满，你之前都叫我姐姐的。他噎住，先前他为了利用我帮他疗伤，有利可图，因此叫得好听些，但现在他目不转睛瞪了我好半晌，才不情不愿憋出气音。姐姐，你的尾巴真好玩。我多盘了几下。君卓开始呼吸急促，他轻咬下唇，微红的眸子裹着潮气，显得本就精致的眉眼更加艳丽。他轻抿唇，但还是有克制不住的低喘声溢出喉间，我吓了一大跳，哭了。我去扒拉他的眼睛，君卓欺身而上，我顿感天旋地转，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压在冰冷的山谷岩地上了。他一手撑在我耳边，另一只大手摩挲着我的脖颈，滑溜溜的蛇尾缠住我双腿，双目赤红，似要下雨。背后是冰冷的岩石，上方是潮热的气息。君卓摸得我有点痒，忍不住咧开嘴笑了。我伸手推他，你快起开，好痒。他隐忍着盯着我的唇，好半晌将头埋在我胸口，咬牙切齿。你知不知道你真的？我不解。什么？没事。两人一统，日子倒过得悠闲，悠闲到我都快忘了君卓魔尊的身份。直到一群泛着黑气的魔族大军黑压压地倾覆而来。这里有尊上的味道，领头的牛头将领环顾四周，小楼般的体型压迫力十足。不只有尊上的味道，他肩膀上的蜀将仔细嗅了嗅，神情愈发谨慎。牛头眯起眼睛，人族修士。此刻我早就被收进系统空间，正在远远的山头拿着望远镜眺望。魔族来找他们的魔尊了。君卓此刻正在山谷中闭关打坐，预估要闭关小个把月。本身我负责他周身安危的，谁知道魔族大军会找到这里来。也罢，短时间内见不到君卓了，此刻也不用担心被外界威胁，倒不如偷偷回门派看看。老早就怀念玄清派的桂花酒、桂花糕了，顺带再去偷偷瞅一眼师尊。玄清派一如既往，我回到原本自己住的山头，本以为死遁后这100年，我的山头会被分配给别人，没想到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变化。就连我当时随手放在石桌上的木雕都没随着时间被风化，这不科学啊！100年时间都足够这么个小物件化成齑粉了。系统，你在修真世界里讲科学？哦，也对。谁知刚靠近屋子就被一道结界弹开了，试了好几下，结界依旧纹丝不动。谁？清冷又威严的声音自远处传来。人未到凌厉的剑锋便率先冲来，我狼狈地在地上滚了几圈，堪堪躲过。再一抬头，就瞧见纤尘不染的白色衣角，心里咯噔一下。系统，救命啊！被发现我死遁，他会不会杀人灭口啊？我只是想念他了，想远远看一眼，没说要跟他当面对质啊。虽说萧明隐先自卓约，对任何事情都漠然对待，但起码当了他10年弟子，他怎样的脾性我最是清楚的。他生气时，弹指间便能灭掉整座山头，心中天人交战，思考着要不要滑跪。那人蹲下身来，好闻的月桂香从他的衣袍传来，冰凉的指尖勾起我的下巴，被迫抬头，入目便是一对熟悉的眉眼，那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讶异过后，蓦然泛起雾气，他眉头蹙起，眼中情绪翻涌，隐忍、克制、欣喜若狂。他眼中的情绪十分复杂，令人琢磨不透。萧明隐张口，他似乎很久没有说过话了，话音间带着色意。你为何还要回来？我愣住了。怎么，我不能回来吗？师徒一场，不至于如此深仇大恨吧？不就是给你下了个药吗？虽然说有点道德败坏，还没来得及回复，萧明隐猛地将我捞入他的怀中，怀抱冰冷但感情灼热，滚烫的泪珠滴落在我肩头。芊芊，我找了你好久，你怎么忍心？我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，因为我有点醉了。再睁开眼，是熟悉的装潢，我动脚带起咔嚓咔嚓的怪异声响，低头一看，居然是锁链。系统，我咋被绑起来了？系统，你师尊黑化了，快平息他的怒气啊！他给我放了一段画面，自100年前我死遁后，萧明隐跟疯了一样，到处寻医问道，整个修仙界被他整得鸡飞狗跳。一向淡漠的人，如今居然有这等光景，着实是修仙界的一大奇闻。他感知不到我的七魂六魄，只知道手中人的身体逐渐冰凉。他抱着我尸身痛哭，将我尸身封在千年冰棺里，没日没夜将自己锁在山头，抗拒与外界接触。就连玄清派的长老们都过来劝说，却也纷纷被挡在门外。突然有一天，我的身体凭空消失了。你干的！系统支支吾吾，狂流冷汗。然后呢？然后萧明隐就在整个修仙界找你，找了几十年没找着。后来得知魔界有类似的奇异事件发生，于是单枪匹马杀去魔界了。魔界一时之间生灵涂炭，萧明隐同时也身受重击，修为大不如从前，这才得以停歇。他的事迹人人称颂，闹得沸沸扬扬。但谁知道他去魔界的原因，仅仅只是为了找你呢？
我一头冷汗，所以魔界一招之间势力微弱，就连魔尊君卓都落了个这样下场。究其原因，实则是我自己。脑海中又浮现某人，君卓，我对不起你。门被推开，萧明隐走了进来，手中端着个白玉盘。看到的瞬间，我双眼放光，是心心念念的桂花糕。一瞬间，什么都抛之脑后。我扑过去，没几步就被脚踝处的铁链绊倒。萧明隐稳稳接住我，眼中似有笑意。他温声道：“不急。”先前他一贯表情淡漠，令人看不透他的情绪。就连曾经攻略他对我的态度一直也是冷漠疏离的。但在系统放的画面中，他为了我竟然如此情绪外露。在他心中，我的分量居然这么重吗？我内心复杂，师尊，我错了。我小心翼翼扯他衣角，去勾他的小指，试图卖可怜蒙混过关。他没问我为何死遁，又为何凭空消失，他只是仔仔细细看了我一遍又一遍，颤着手温柔地抚摸我的头。没关系，以后都待在我身边，好吗？他说这句话时分明在笑，可我却觉得那笑中平添几分凉意。我动了动脚，师尊，这个可以拿掉吗？他不答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依旧被锁在床榻上，接触的人仅仅只有萧明隐一人。最近他变得很奇怪，他平日里最爱穿素色长袍，不做装饰，墨色长发仅用一条发带扎着，但如今这个花孔却是谁？萧明隐反常的穿着一袭红袍，眉间也用朱砂点缀，那张脸本就生得极其好看，再身着大领艳丽红袍，配上那优越身段，颇有一种青楼花魁的绝艳。此刻正坐在我身旁与我对饮，但一身绝艳红衣配着那脸上清冷淡漠的神态，怎么看都不自然。师尊，你受什么打击了？我犹豫着开口，为何打扮得如此伤风败俗？萧明隐一口茶差点喷出来，微恼着看向我，脸烧得通红。他精心打扮许久，为的就是吸引某人的注意力，没想到得到这么个评价。他本想甩袖离去，但还是硬生生克制住。见他神色羞赧如牡丹绝色，一袭红衣设计巧妙，大领口露出白皙胸膛，我色心大起，不由自溜了一下口水。萧明隐疑惑地看过来，什么动静？师尊，可否让我摸摸腹肌？萧明隐沏茶的手明显一抖，几滴茶水洒出。说完我就后悔了。系统在我耳边疯狂尖叫，宿主，这个时候就不要犯浑了。但美男在前，我早已被迷得找不着北了。我以为萧明隐会像以往一样训斥我，但见他耳后跟一片通红，一双冷漠的眼也变得闪躲羞涩起来。给你摸。他主动牵过我的手，探入他的衣间，果然如我所想，触感极其好。我又趁机抓了几下，就见萧明隐突然皱眉闷哼，我吓了一大跳。怎么了？师尊弄疼你了？他主动跪坐在我身前，淡漠的双眼此刻显得格外潋滟，眼尾不知不觉带上潮红。不，很舒服。美人主动，就算是师尊也很难把持得住。但师尊一向清风霁月，肯定是在试探我。我清醒后急忙后退，表明忠心。师尊，不要再试探我了，我对你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萧明隐面色变得苍白，颤抖着声线问我：“你当真对我没有一点感觉？”他的语气居然有些可怜，加上半路的衣衫颇有欲拒还迎的味道。我震惊之余，弱弱往后退了一点，脚踝被桎梏住。我答道：“真的。”那为何不停地侵犯我的边界，却在我注意力全在你身上的时候突然抽离，突然就说不喜欢我了？叶芊芊，你狠得下心，我是你的玩物吗？他字字泣血，眼眶通红，仿佛下一秒眼中的泪就要落下，身上的红衣在此刻也黯然失色。我沉默了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搞错了攻略对象，是我不停想方设法蓄意去接近他，勾引他，不停靠近他的底线，长年累月的，就算是冰块也会被感化。对不起，我颤抖着手抚上他的脸。萧明隐躲开，不看我，滚烫泪珠从鼻尖滑落，我的心口猝然一疼，刚想开口，他破人的气息突然逼近，突然握住我脚腕往他方向拽去，温热的触感顺着小腿上滑，带来一阵战栗。他把我拖向他，唇传来温热的触感，他在吻我。我喘不上气来了，救命！唰，接吻上头之际，精致的木屋被整个劈成两半，我和萧明隐却毫发未伤。他放开我，与我呼吸交融，那双眼睛依旧盯着我，仿佛要将我拆之入腹。在其中，我看到了无限翻滚的欲望，差点沉浸在这片温柔海中。我后知后觉推开他，慌乱冲对面山头看去，系统还在说风凉话 ：“Sauce 宿主，你完蛋了！”青天白日，那个黑色身影极为明显，一袭利落玄袍。萧明隐君着手提一把长剑，分明是在叫他的名字，但那双黑眸却直勾勾盯着我。萧明隐的手还附在我腿弯处，此处恰巧被裙摆挡住，在远处看，倒像是他探入我裙底，接吻脚铐。一向清冷的萧明隐穿着鲜艳红衣，再加上两人都气喘吁吁的状态，很难让人不多想。小心！萧明隐挥手划去攻击，将我护在身后。被打断后，他明显不开心，冷目看向始作俑者。君卓走近，他笑得残忍，但笑意不入眼底。他嗤笑着打量萧明隐，这副打扮倒是庸俗，若是让他人看到，平日里清冷的萧上仙，今日打扮成这样讨女子欢心，叫天下人怎看？与你何干？萧明隐眉头皱起，
君卓依旧散漫，但我看得出他修为已恢复大半，甚至隐隐更上一层楼。他轻松砍断我的脚链，将我拉起身，语气温柔：“走吧，姐姐，他目前打不过我，他要我的态度。”芊芊，萧明隐皱眉，剑拔弩张之际，我的脚趾都能扣出一座巴比梦想豪宅了。系统，你说现在他俩打一架，谁能赢？系统飞快调出数据，君卓赢率70枪求惹，罢俗词，换挥书团奏。走。我深深看了一眼萧明隐，眼一闭，主动握住君卓的手。君卓明显开心了，手指插入我的指缝，与我相扣。对不起了，师尊攻略要紧。萧明隐气急攻心，吐出一口血，却依旧拼命阻拦。君卓不悦，与他对上，不消片刻，萧明隐身上就落下诸多伤痕。鲜艳的红衣被染得近乎深色，远处风雷滚动，不用想就知道定是此地动荡，引得大能前来探查。我急得团团转，到时候人一多就更不好脱身了。君卓，他动作一顿，我们走吧，我急忙道。师徒一场，我希望萧明隐不要再受伤了。君卓及时收手，带着我飞走了。我担忧地回头看了一眼，萧明隐猛地倒在地上，法器掉在一旁，他无力地闭上眼。萧明隐仿佛做了个很久的梦，梦中刚被接入仙门的叶芊芊扎着可爱的羊角辫，小小一只，他不搭理其他人，只一心一意想拜他门下。他会甜甜地喊他师尊成日当他的跟屁虫，也会偷看他沐浴，假装跌下仙池。他教他修炼，在他受委屈时为他撑腰。他看得出叶芊芊的心意，他分明是甘愿的，却强烈的道德感又在谴责他。终于那一天还是到来了，叶芊芊抚摸着他的脸，吐气如兰地说：“心悦他。”就连他从合欢宗求来的秘药都被他换成砂糖，怕第一次他真的弄疼了他。萧明隐睁开眼，人去楼空，只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天。你在心疼他？君卓气呼呼地瞪着我，毕竟是我师尊，我心不在焉。君卓见我这副样子更郁闷了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他分明恶毒得很，莫名其妙跑来魔界打人，还要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他眼眶红红的，看起来委屈极了。检测到君卓情绪起伏过大，宿主稳住他啊！咱们攻略成功才能回家。系统响铃大作，我顿时回过神来，对，攻略魔尊比较重要。君卓指腹轻柔，抚摸过我的唇，他是不是亲你了？君卓抽噎着，声调不自觉变高，豆大的泪珠不停滚落。少年的意气风发顿时颓然了一大半，像是霜打的茄子。我看他亲得很凶，你痛不痛啊？萧明隐其实吻得很克制，但我的唇依旧红肿一大片，还没开口，君卓就轻轻地吻了上来。蜻蜓点水，声色笨拙，用他的唇覆盖过我红肿的地方，我被他给逗笑了。小鸡啄呢？他又伤心又生气，还要被我这么一说，嘴角一撇，又要掉小珍珠。系统见状，赶紧提醒：任务任务！我急忙捧住他的脸，吻他。他眼睛一亮，学得很快，没多久就变成他主动进攻。不愧是蛇，舌头就是灵活。最后以我投降结束，但君卓似乎更得寸进尺了。我吃醋了，姐姐！我被强压在石壁上，裙角被猛地掀起，凉意侵袭，我猛然一惊。他的双腿不知何时又幻化成蛇尾，此刻不由分说钻入缠绕在我腿间，不停深入，我动弹不得。君卓双瞳颜色变幻，姐姐喜欢吗？他的气息喷洒在我锁骨，他浑身的气势都变了，在我面前乖巧羞涩的褪去，取而代之是凌厉的侵略性，这才是魔尊。我怀疑他之前都是装的。宿主不好，是魔族专属技能媚术，请问是否需要开启屏蔽？系统在脑海中不停警告。我老脸一红，不了吧？系统6。从傍晚到第二天清晨，我终于悠悠转醒，发觉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枕在我腰间，我伸手揉了揉，君卓悠悠转醒，他下意识捏我的腰，笑着看我。清醒后，我下意识急忙回答：不来了。不愧是魔尊，掌握的就是快。后半夜我甚至被刺激的昏了过去，他却动作不停。半夜惊醒被他发现，他又缠了上来，流畅的肌肉线条在月光下漂亮极了，一晃一晃的，仿若成色上好的宝石。少年人意气风发，眉眼满是玉色，好看极了。想到这，我脸上就燥得慌。他扑哧一笑：你嘲笑我？我恼羞成怒，狠狠捶了他几拳。他神情莫名更舒畅了。姐姐，你骗我！他前足的攀上来，头蹭我脸颊。我的媚术就学了个皮毛，对姐姐根本不起作用。姐姐是自愿的，被拆穿了。我顶着个大红脸，恨不得再次死遁。刚想推开他，发现手腕处出现了神秘印记，动作一顿。我问他这是什么？这小子趁我不注意对我干啥了？君卓起身，神色正经的有些肃穆。这是我们魔族的血气，一生只能绑定一个伴侣。他见我皱眉，讨好的蹭了蹭我，语气有些闷闷的：姐姐不会受影响的，我只想在你受伤时随时出现在你身边。系统为我解释，
简而言之，就是你收到的伤害会反噬到他身上，你却毫发无损，你大赚特赚。我怔住，第一次认认真真看他。他神情认真，不似作假，澄澈的双眸认真地凝望着我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讨好。我心口泛起丝丝心疼。你其实不必这么卑微，你可是魔尊。他懂了，但他打断我的话，跟我回魔族吧，叶芊芊。他轻轻吻在我手心，他还是第一次认真地地叫我全名，郑重的仿佛在宣誓。魔界跟我想象中不一样，他带我游山玩水，这里有花有草，小魔物也可爱得很。身为魔尊，君卓却是游手好闲，所有的事都丢给魔将做。魔后，快劝尊上回去吧，他的魔将可就惨了，整日求着让我叫他回去。武力至上的魔界，只要没人打得过他，他将会一直是魔尊。可我看着攻略进度发了愁，怎么回事？这么久了，进度还是0。筒子，这 bug 咋还没修复？系统同样疑惑。等着啊，我请个假去后台看看。系统请假时刻来了个不速之客，琴声传来，那袭白衣依旧纤尘不染。萧明隐静静在不远处，一如当年他为我抚琴姿态。这是你最爱听的曲子。其实我根本不爱听古代的琴，我只爱听现代的洗脑 DJ。之前为了攻略他，骗他的，但久别重逢，甚是怀念。但哪里不好，偏偏出现在魔界，这真的不会有事吗？师尊，你咋在这？我目瞪口呆。芊芊，我愿意做小……我没听错吧？萧明隐丢掉琴，带着好闻的月桂香快步走来，大掌拉过我的手，附在胸口。我不能离开你。他微微皱眉，眼波流转，心脏隔着皮肉快速跳动。我只察觉到萧明隐的胸肌似乎更壮硕了，悲伤的口水差点夺眶而出。君卓不知从哪冒出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老男人，离芊芊远一点！”萧明隐眉眼凌厉，一道掌风带着千钧之力冲着君卓迎面而去。滚！你现在打不过我了。呵，老男人还敢嘴硬，受死吧！君卓身上邪气肆虐。我目瞪口呆地看两人大战300回合，一招一式带着万钧之力，山峦被夷为平地，只有我站立的这块地方是好的。一时之间居然分不出胜负来。芊芊，你选谁？姐姐，你选谁？两人间隙同时偏头问我，我一个头两个大，乱成一锅粥了，赶紧趁乱喝了吧。见我支吾半天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姐姐，你说怎样都可以，我受委屈也可以。君卓说着就要落泪，我听不懂茶言茶语，只觉得他非常有大局观。为了魔界和修真界的和平，我决定牺牲一下自己。别打了，我都要。萧明隐，君卓，姐姐，你好贪心，双方居然达成了诡异的和平。姐姐，这不公平。君卓偶尔会跟我咬耳朵，温热的呼吸勾人的喷洒在我耳垂。萧明隐猛地掷出食指，堪堪擦过他的脸庞。我与芊芊相识数十年，分明是你插足。你，君卓气急败坏，不准吵了。即将大打之际，我急忙打圆场，再吵都给我滚。这时候两人就都会收敛不少，只隐隐有交锋的气氛，倒是无伤大雅。我倒是被伺候的舒舒服服，想着一直这样下去也蛮好，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。温泉池内，萧明隐不着寸缕，银白的肌肤在月光下泛着玉般的光泽。君卓在远处不甘地看着我，缓缓进入温泉。萧明隐眼中仿佛有星星，迫不及待揽过我的腰，他的唇碾过我的粗履，大掌在身上游离，带起阵阵酥麻感。迷迷糊糊之际，似乎又有什么东西烫过温泉水，逐渐靠近了。身后同样贴上滚烫的肌肤，双臂被钳住，好热！我呢喃：“姐姐很热吗？”下一秒，系统的尖锐爆鸣猛地把我吓醒。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宿主？简直伤风败俗！闭嘴吧！我有气无力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要听哪个？见我没空回答，系统自顾自讲了下去。坏消息是咱们又攻略错人了，宿主；但好消息是主世界批准了，判定任务成功，咱们可以直接回到现实世界了。开不开心啊？我瞬间睁大双眼，接下来开始传送3、2、1，等，下一秒天旋地转，在睁开眼时已经出现在卧室里了。这就结束了。我缓了好久才把心头酥麻的痒意熬过去，后知后觉打开手机，短信显示收款到账1000万，心头的落差感瞬间消散，嘴角怎么都压不下去。姐现在也是有钱人了。